大家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系统架构图呢，是我用 AI 一句话完成的。那它左边、右边，包括整体的配色排版呢，它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速度也非常快。对，像以往的话呢，我们绘制这样一个架构图，没有一个半个小时和1个小时，可能你还画不好。但现在的话呢，我们用 AI 一句话就可以完成。对，所以你看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包括速度啊，都非常的一个快啊。对，这个是大名鼎鼎的一个 Transformer 架构图，它的动态的一个流程。这个是呢，RAG 的一个系统架构。大家好，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成的图片呢，其实效果都非常好。那它是由这一款 AI 工具所生成的。那这款 AI 工具呢，它是 Draw.io 的一个前身。想必很多屏幕前的小伙伴他都用过这一款开源的绘图工具。它本身呢，它是长成这样的啊，大家应该有一些印象，对吧？它其实是很好用的。那么本期要介绍的这个主角呢，是它的一个 AI 升级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那我本期就是要手把手的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这款工具呢，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快速的绘图。它很强大，它可以连接这种商用的 AI 大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Kimi 啊，或者是一些本地的大模型。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本期我就手把手来指导大家怎么样使用。OK，首先呢，我们来到它的一个项目的页面，然后呢，我们去下载它的一个项目。来，我们点击右侧的一个 Release。我们下拉到这一个Asset 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我这里的是 Windows 的，我就选择下载这一个啊，其他的小伙伴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去选择对应的版本就可以了。然后下载到本地之后呢，它就长成这样，它大概是有485兆左右。然后呢，你双击打开，然后下一步安装到本地就 OK 了，比较简单啊。OK，然后安装好了之后，你的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 logo，然后你双击打开它。对，那么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页面。那这个页面呢，跟传统的这个页面其实整体的布局是比较类似的。那它左侧呢是有一些通用的一些绘图的元素，比如说方块啊、圆形啊等等之类的。我中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画布啊，上面呢是有一些文件配置一些按钮。然后呢，主要的不同在于它右侧多了一个这种 AI 交互的一个模块。那上面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不用管啊，这个是我的一些历史对话，你一开始是没有的。然后中间的这个是模板，模板的话呢，它就是相当于是你有些时候经常要提问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整理在这里啊，免得你每次都重复的输入啊。OK，然后呢，这里底下有给了一些具体的示例，比如说它可以让文档去转图表、动画图表等等的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去选。你点击每一个，你会发现它下方对应的提示词和它对应的这种图片可能都会有些变化啊。这个就是它励志的一些这种让你快速快速得到反馈的一个这种模板。那首先呢，应该去配置那个大模型，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是没法使用 AI 的能力的。那怎么配置呢？现成的大模型，大家点击右上角的这个设置的按钮，然后呢，这边有这种的一个主题啊，大家可以选择亮色的或者是暗色的，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然后你选择这个 API 密钥和那个模型。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一开始进来这些都是空的啊，这是我自己之前有配过的历史记录。那你首先比如说你在点击下方带有一个添加供应商，这里你根据你自己的供应商去选择好吗？然后呢，我这里呢我会选择 DeepSeek 啊，我点击之后它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这里我已经配好了，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怎么配的。首先显示模型这里你可以任意填啊，然后下面的 API 密钥的话呢，API 密钥的话来到这个页面嘛，就是它的 DeepSeek Platform，你在这里点击创立一个新的 API 密钥，然后呢复制它，对，复制好了之后呢，你就把它粘贴在这里就可以了啊。OK，然后底下的这个它的一个 API 的这个 URL 的话呢，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大家要注意有细节，就是首先我们来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文档。然后它会来到这样的页面，我们呢就把这一串是 URL 要有的填进去啊，填进去之后呢，还没结束啊，这个地方还需要在它后面呢加上一个-v1，这样为了保持跟 OpenAI 的这种 API 格式的一致。OK，你填好之后，最底下你要填一个这种模型，这里我已经填了啊，比如说我这里填一个 DeepSeek V4，然后呢这也有 PRO，然后点击加号，它到下方去了。但这个地方还没有测试通过，对，因为我现在还没启动嘛。对，我先把它杀掉啊，等下我重新启动一个给大家去演示。OK，这个就是它线上模型的一个配置。然后呢，你填好之后，你可以点击测试。对，它这里显示已验证，然后呢，上方就有个绿色的小勾，就代表它已经连接上了我们的 DeepSeek 模型。
其他厂商的模型呢，也会一样的去填啊，这是以此类推。OK，那这个地方线上的模型我就配置好了。那配置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先给它做一个示例，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比如说，哎，它的官方给了一些简单的示例，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的提示词。比如我们把这一段也复制起来，它就是让它给它生成一个transformer 的这样一个架构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架构整体的效果还是挺好的，而且它有一个流动的效果，又会显得整个图比较动态。对，然后我们把这串提示词给它复制在我们这个 Dry IO 这里，复制，然后我们点击发售。哦，对了，这个地方要记得选择刚才的 DeepSeek Flash，OK，然后点击发售。啊，我们就稍等一下，你看它马上就开始有回应了，然后它会在这个图框里面自动的去绘图。OK，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逐步的进行有绘图了。我们可以放大点稍微看一下，看得清楚点。对，它已经开始绘图，并且把这些不同的模块用它的逻辑给串联起来。等到绘制完后呢，这个会显示完成，就代表整个图片就绘完了。OK，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整体的这个架构是给它画出来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提示词写的比较简单，可能它得到的信息量有限啊，但它就可能就是没有画的那么细致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图整体的架构是有了，但是还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比如说，你看，我们把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标题可以移到正中央，然后呢，这里呢也有动态的效果，但是呢，它的这个间距有些太密了啊。对，我们可以稍微拉开一点，这样的话看起来它的整体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也就是说，大家需要在它生图的一个基础上，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再定制化的去稍微调整一下。对，那即便是这样呢，也比我们从头到零开始自己绘图肯定是要快不少的，对吧？这就是第一个这种的一个示例给大家展示的，这是用我们的 DeepSeek 模型绘制的一个图片。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个 RAG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示例。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它官网复制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里它就是要生成一个这种 RAG 的一个这种示例，我们重新再新建一个对话啊，点击这里，对，然后呢把它复制上去，然后我们点击发售。OK，我们再稍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开始绘制这样的一个图片了。它本质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指令把它变成一些这种 XML 标签，然后呢，也就是符合这个 Draw.io 的这种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格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把图片给绘制完了啊。这个图片整体上呢，它是分成两个大模块啊，然后呢，中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对，你可以看到呢，整体的它这个样式是已经有了，但是有些局部的地方可能我们自己需要再调整一下，就可以去用了。接下来呢，再看到第三个示例，那这个提示词它也是用 RAG，但这是复杂的一个版本，就是它描述的更加详细一些，然后我们给它复制一下，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做一个演示。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啊，这里会重新开始，我们点击复制，我们点击发售。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现在已经开始绘制了，而且它这个图片的配色还比较好看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逻辑也开始串联起来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对，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绘制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逻辑，我觉得是对的啊，就是先 PDF，然后再给它去扫描，然后再给它嵌入，然后再放到向的数据库里面，然后这边是用户的问答，然后这样一路串联起来，然后召回等等之类的。只是有些线路可能连接它没有那么好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来到另外一张图吧，这个 RAG 的一个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图的话呢，其实它的配色也好，还有它的流程也好，包括逻辑，我觉得都挺好看的，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图标，对吧？那么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在于比如说它这个线条没有游动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描述，这也是我自己的绘图时候一些总结，就是你可以让它这个线条啊变成虚线，然后流动起来，这样会更有动态效果。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复制一下，然后我们点击发送，好，它就会进行第二次去修改。对，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线条是不是马上就变成这种流动型的，整个图片就变得更有生机，这种动态的感觉了，对吧？对，但是它这两条线没有拉好，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再调整一下。对，所以整体的就是画图比我们之前的那种的从零开始的画图的效果肯定是要
快不少的。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文字也给拖过来，自己只要稍微再微调一下就好了。对，那这一张图就画好了。那我们对于绘制好的这种图呢，我们是要导出的嘛？对，导出的话怎么弄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保存图表啊，我们点击一下，对，然后呢，你可以把它保存到本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有 XML、PNG，我们选择可编辑的 SVG，对，点击保存。我这里就先保存到桌面。对，保存到桌面之后呢，我们怎么利用它呢？比如说我们在创建 PPT 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今天要 PPT 要绘图，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PPT 文件啊，这是空白的，对，我们可以我们怎么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到里面去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图片它是可以直接，我们就可以给它去复用的。你看，我现在给它复制上来之后呢，它目前是一个整体啊。但是呢，它可以把它分解。我们点击右键，然后呢，选中组合，点击取消组合，点击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些模块呢，它就是分解的，它是可以移动的。哎，大家看到没？这是可以分解了，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强大的一点，它不像之前那个 Notebook LLM，对吧？那个是整体是一张图片，所以这种呢会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性，我们可以自己在上面进行编辑，这样呢比你从零开始画图的确是方便了很多。对，然后呢，如果是你要放到 Word 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这种的一个把图片把它导出为 SVG 或者是 PNG。导出去就可以了。OK，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 DeepSeek 的线上的模型就已经配置好了。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配置本地的大模型来支撑这个绘图啊。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这个 Llama CPP。对，为什么我用 Llama CPP 呢？它官方是给的是 Ollama，但是我这边是要给大家去建议一下，因为我之前看到很多粉丝也问我为什么不用 Ollama，就是我们本地部署大模型的时候呢，会优先采用 Llama CPP 而不是 Ollama。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个是 Llama CPP 的速度是更快的啊，因为它底层是用的 C++ 写的，然后呢，结构化的输出是更可靠的。它做 I/O 的话，它本质上是需要 XML 的这种严格格式，Llama CPP 支持会更好。然后，资源占用更低，这个也是对，因为你可以用量化版本的，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存情况采用对应的量化版本。然后呢，可控性也更强一些，它可以有很多的参数可以去调节，对吧？然后更新也更快些，对，就这几点原因。所以如果是新手的话，大家想体验，可以先用 Ollama，大家比较方便，就是所谓 Ollama 来一个 run，然后写个对应的模型啊，大家就可以对应的去跑了。对，但是呢，如果是大家对性能有一定的追求的话呢，你就优先还是用那个 Llama CPP 吧。对，然后呢，首先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啊，我们来到这个 Llama CPP 的页面，我们点击它，然后我们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顺便说一下，这上面的话呢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大家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可以选择对应的版本。苹果的话，你可以选这一边的啊，macOS、Linux 的你就选这边，根据自己的架构选择对应的一个版本。然后呢，Windows 的话呢，一般都是选择这种x64的比较多现在啊。然后看你的 CUDA 版本是多少，有12.3、12.4呀、13.3。那怎么看 CUDA 版本呢？这个地方我们选择打开 CMD，然后我们在这里还是输入之前的那条命令。对，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呢是12.9，也就代表着它12.9之前的版本它都能支持。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命令是 nvcc 干大写的 V 啊，有空格，点击回车。这里的我是12.4，对，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版本，我这里的就选12.4，大概根据自己的电脑的一个驱动版本去选择对应的版本。至于这个英伟达这个驱动怎么下载呢？就是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评论区，大家直接去下载就好了。OK，那我们要下的其实就是这两把，一个是这个啊12.4的，还有一个是底下这个，它也是12.4。把这两个下载好之后呢，看到我这张图，把这两个解压包给它解压掉，然后呢放在一个本地的这个文件，我可以命名为Llama Run，把这个文件夹啊，我这里已经弄好了，它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 Llama Run，对。后面的话呢，我们在 CMD 就可以在这里对它抄一个 CMD，然后呢点击回车，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启动我们的这个模型的一个命令了啊。对，我这边之前已经启动过了，然后我就直接在这里给大家去演示就好了。OK，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很多小伙伴问我的电脑能跑多大的模型呢？这其实是一个千人千面的问题，要跟你自己的硬件配置锁定。那我专门给大家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会识别出你对应的模型以及你的电脑配置，然后告诉你这个电脑跑这样的模型大概有多少 token 每秒它的分数是多少，能不能跑。对，这个网站我也会放在评论区，它具体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呢是16，就是4060 16G 然后它识别出内存那个显存是16G，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内存的一个带宽它会自动识别，你也可以自己选择都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存根据自己的一个硬件选，这个是它的 CUDA 核心数，对。然后呢，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模型，你这个配置在这里可以跑这个模型，它是100分里面打83分，大概每秒是44 token，对，以此类推，你就看底下所有的这些模型，这个网站是比较全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就可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电脑可以跑什么样的模型，对。然后呢，评估好之后呢，我这边会选择就是千问3.6 35B A3B，然后 Q4KM 的这个版本这个呢，是我自己根据我电脑的实测测出来的。然后这个命令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是什么含义首先呢，我放大一下，它第一个的是这个模型它的一个路径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视觉模型的一个路径。对，它这两个模型在哪下载呢？这个页面就是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这里是 Q4的 KM，那我就下载它。你可以最简单的方式，你就直接对着这个地方呢，点击这个下载的按钮，就会下载到本地然后呢，这一个是它的一个视觉模型，对。然后你也可以对着这个地方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到本地就好了。然后模型的话呢，我这边是下载到这里。我这里的路径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自定义路径，没事的然后我去下载。那我们先讲一下下面的一个参数，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NGPU 的话呢，它是代表你 GPU 里面加入的层数，就是简单理解 GPU 参与的运算的一个程度。这个数值越大，你的本地 GPU 它的显存的占用越大，参与计算程度越大。底下这个 CPU MOE 是代表的把那个装加层放在 CPU 去执行的一个程度吧。这个数值越大，你的 CPU 呢，它的那个占用也会越大简单理解就这样。然后底下是它的一个上下文长度，然后呢底下是这个 Flash Attention 呢，就是它的注意力加速，然后这是它的模板以及它的多少线程等等之类的。这底下的参数大家其实要注意的就这些都比较常规。然后呢，你把这个 Lock 给加上，还有这个聊天的时候呢，把那个思考的可以开也可以关，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对吧？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好了。然后呢，这个命令的话呢，我也会放在评论区，大家直接复制，可以拿去用就好了。OK，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命令呢放在这个命令行里面，给它去启动。我们点击复制，我们点击回车。我们粘贴之后回车 ，OK，你可以看它马上都已经启动了。让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显存，马上从很低的水平一下来到15.2，就快已经接近饱和了对，它的一个效果 OK。那目前的话，我们模型启动了，它的端口是8080。我们点击一个键盘的 Ctrl 加鼠标左键我们打开这个链接，我们会看到模型已经成功启动了那这就是我们本地的模型，你可以测试它的一个速度。比如说之前我问过一些问题点击回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本地的响应是40多 token 每秒对于一个16G 显存的这样一个模型跑35B 的 MOE 的模型，我觉得这样的速度其实就很可以了对，那这里模型启动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做 IO 这里，我们继续点击这个设置，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 API 密钥，点击添加供应商，但是这有问题，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那个 Ollama，它没有给出 Llama CPP，它是可以配的，怎么配呢？我们选择最上方的 OpenAI，我之前呢在这里已经填好了，我给大家就直接对着我这个去讲解一下。对，你来了这个 OpenAI 这里了，你就把这个模型的名字可以填上去，然后呢这个密钥的话你随便填个值，我这里填的是 test，因为我们是本地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要注意。把刚才的那个8080端口，还有这个本地的127.0.01给它填上去。到后面呢，还要再加一个斜杠 V1，对，要保持一致。然后呢，就把你这个模型的名称，给它填在这里然后给它点击加号，加到下方去呢，它的地方就会显示，一开始没有一个勾，然后你要点测试你点一下测试，它会显示已验证，这下面有个绿色的这种小勾，就代表了。咱们本地的这个模型它也识别出来了，OK。然后你之后的话，你要创建新的一个绘画，你就可以在这里
切换你的模型，比如你就给它切换成这个模型，这是我们本地的模型，然后你按照我刚才就是我跟 DeepSeek 问答的一个流程一样的去操作就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再演示了，因为都是类似的一个流程，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啊，就是用本地的模型呢，它的一个效果大概长什么样的？用本地模型呢，它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们整体来可以看的话呢，它是没有那个 DeepSeek 的商用模型那么效果好，但是呢，就是简单的一些图还是可以，就是逻辑关系都已经梳理清楚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可能再去修饰一下。对，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先去用这种商用的模型啊，DeepSeek 或者是其他的之类的，对。我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项目它有哪些亮点。首先呢，它是零代码的，对，它使用很方便，开声就用。商用的大模型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大家也看到了，对，DeepSeek 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缺陷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不只是这种文本的这种生图，它还可以什么呢？通过图片，你可以在这里上传图片，比如说你上传一个这篇论文，你让它解读一下，然后把这个论文画出一个图片啊，这也是可以的。还有你上传一个 URL 啊，它也可以从 URL 提取内容，然后给它绘图啊，这也是可以的。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演示了，因为都比较类似。然后呢，大家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我们的 DeepSeek 啊，它这个模型呢，它不支持多模态的，就是说它只能你要生成图片，它识别不了，会报错的啊。对，然后呢，你本地部署的这个模型呢，你要让它识别图片呢，我这边是试过的，它也是有一个小 bug，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我让它去把我这个图片的内容复制一下，生成一个新的图片，它就给我报错，它说这个图片不支持那个图片的一个输入，但实际上呢，它是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呢，那个部署命令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部署的命令里面，我特别加了这一行，就是把它标红了。那这一行就是视觉模型，它就是用来识别图片的啊。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在本地做一个测试，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历史了，就直接给它来看嘛。让他把我这张图片去解析一下，并完整总结，他马上就回答了对应的一个内容，就证明它是可以识别图片的，对不对？你点击这个地方上传嘛，图片就可以上传了，PDF file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那就证明它目前呢，可能它的这个框架跟本地的一些模型可能还有些不兼容，对，所以优先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线上的模型。本地的大模型呢，其实是如果你不是绘制特别复杂的图啊，你要求没那么高，其实也够用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本地大模型部署的话呢，优先去采用 Llama CVP，然后再是 Ollama。Ollama 的话呢，我顺便也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呢，你要用 Ollama 的话呢，就是一些新手朋友，他这个部署方面，你来到这个网站，点击一下，来到这个页面，然后呢，你在这个页面上，你拉到最下面，点击这个下载，对，然后呢，你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呢，你选择对应的版本，我这里是 Windows，我就选它，然后我点击这个东西去下载就好了。下载好了之后呢，就到了本地，本地的话它大概是有这么大，然后你点击双击，然后一路下一步下一步就好了，你就执行这一条命令就好了。就比如说 Ollama run，然后呢，把你后面跟上你对应的这个模型啊，就可以启动了。启动了之后呢，配置还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配置页面，我们点击这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添加供应商，你可以选这个 Ollama 啊，我这里有配我的，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是 Ollama，大家可以看到 Ollama 的话，它的端口是11434，然后把这个备好了之后呢，也去测试啊就可以了。流程都是跟刚才一样的，只是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它呢？因为 Ollama 我实测下来，这种模型绘图的效果不好啊，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了。对，那最后一点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支持跨平台啊，很方便的啊，不只是 Windows、Linux、Mac 都可以用，而且你可以把它导出，然后你可以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创作，这个我跟大家刚刚也讲过了啊，这确实很方便。OK，那本期内容到这里就跟大家分享结束了。那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点赞、关注、转发。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